這具2.9億年前的爬行動物沒有留下肺，可是它把讓空氣進出肺的整台機器留了下來，胸骨、胸肋、軟骨，還有它跟肩帶連着的地方。更奇怪的是，化石的軟骨和肋裡還有疑似蛋白質的化學痕跡。先把邊界說清楚，保下來的不是最早的肺，不是完整蛋白序列，更不是 DNA， 也不是羊膜动物呼吸的起源已经定論。3件平常根本不會同時出現在化石裡的東西，立體的皮膚、軟骨、胸骨、蛋白質的化學信號，這次同時出現在同一具標本上。問題自然就來了，別的化石為什麼撐不到這一步？這一具又是怎麼撐下來的？要回答這個，得先看它埋在了什麼地方。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有一個叫 Richard Spur 的洞穴系統。早2叠紀的時候，它已經是石灰岩被地下水蚀出來的裂缝河洞。屍體掉進去之後，會被4種條件一起封住。第一，地下會滲出像原油一樣的碳氫化合物，把軟組織包起来。第二，含礦的地下水进进出出，順手把鈣和硅沉到縫隙裡。第三，洞外带進來的細泥沙把屍體蓋住。第四，整個環境氧氣稀薄，分解屍體的微生物活動變慢，連蛋白質和軟骨這些平常先壞掉的東西都能撐得更久。有把柔軟的部分裹住，你把骨架壓實，礦物把縫隙填滿，缺氧把微生物的活动拖慢。4道封口疊在一起，這才有了2.9億年後我們還能看到角質皮、軟骨、胸骨和關節連接的胸腔。論文補充材料還做了元素掃描，鐵和硫局部負極，配上鎂和錳的分布，指向當年沉澱出來的黃鐵礦，這是還原環境的化學指紋。換到別的地點，這樣的標本通常很難形成。可是同樣的保存環境，也不會讓每一具屍體留下同樣的部位。這項研究圍繞的正是2具這樣的個體。矗木乃伊的特點在它的外殼，身體表面被立體的角質皮膚包着，最外層是表皮鱗片，再往下是一圈圈呈同心環狀的角質帶，看起來像现生蜥蜴脫水之後的乾皮，但結構保存得更完整。皮下還藏着沒爛掉的軟骨，頸部、胸部、胸肋、中間肋這幾段都是活着的時候負責讓胸廓動起來的部件。另一具沒有完整外形，但留下來的東西更稀有，關節還連着的前胸區，肩帶上一塊叫做上污穢軟骨的部件，再加上一塊3分節的胸骨，這塊胸骨由3節軟骨像積木一樣前後串起來，還有幾條胸肋、肩帶和胸腔怎麼搭在一起，在這具標本上能直接看到。第一具留下的是皮膚、軟骨和肋，第2具留下的是胸骨、肩帶和關節關係。任何一個單拿出來都不夠講胸廓，但2個並排放在一起，整台呼吸機器的輪廓才出得來。問題是，拼好的這台機器怎麼看出它會呼吸？把這些骨頭擺在一起重建好之後，研究團隊把胸骨、肋骨和肩帶的關係放回一起，推回 Capitorhinus， 學名叫大鼻龍鼠，是早2叠紀的一種原始爬行動物的胸腔，當年可能怎麼動？胸骨在中間，左右2排肋骨從脊柱伸出來，繞到身體前面之後，先接上一段軟骨，再連到胸骨上，整圈合起來，形成一個圍住胸腔可以微微旋轉的骨頭籠子。再往前，肩帶通過鎖骨連到胸骨上，但不是死死焊住，而是有一點點活動性。這套結構移動起來就能解釋通氣。吉林大學的官方介紹把這個動作描述得更具體，肋骨之間有一些叫肋间肌的小肌肉，它們一收縮，靠近肩带的那一端把肋骨向外打開，遠端再向內收，胸腔的空間就变大。胸腔变大，空氣被拉進來，這就是吸氣。肌肉一鬆開，胸腔回彈變小，空氣被推出去，這就是呼氣。說到這裡，需要把2個常被混用的詞分開，一個叫 ventilation， 中文一般說通氣，講的就是上面這個動作，胸廓把空氣推進推出；另一個叫 respiration， 中文叫呼吸，包含了空氣到肺裡之後氣體和血液的交換。化石給我們的是前面那一套機械框架，肺裡發生的氣體交換，從化石裡是看不到的。換句話說，這項研究給出的是肋式通氣，
用肋骨和胸廓拉動空氣的化石骨架證據。同行評審也認可這一點，它是已知最早可直接檢視的類似通氣的化石骨架。不過，化石給的不只是骨頭，研究團隊還用了一種叫做同步輻射紅外光譜的方法，把標本上的軟骨、肋骨、椎骨和皮膚這些小區域放到光譜下逐一檢測。原理可以這樣想，不同的化學鍵在被紅外光照到的時候，會在特定的位置吸收能量，譜圖上就出現一個峰。蛋白質有3個經典的吸收峰，叫酰胺1、酰胺2和酰胺3，對應蛋白質骨架上的幾類化學鍵信號。在這具標本的軟骨、肋骨和椎骨區域，這3個峰都被穩定地檢測出來。標本裡還有一塊區域多出2個額外的峰，對應的是一種叫硫酸軟骨素的分子，這是現生軟骨組織裡常見的成分。把這個結果放回時間線，原本這類含酰胺生物分子的化石殘留記錄，最古老一筆在早侏羅世，大約1億9千萬年前。這具早二疊紀的標本，把這條記錄一口氣往前拉到了約2億9千萬年前，把可以在化石裡看到蛋白質特徵峰的時間向前推了近1億年。但邊界要說清楚，光譜檢測到的是蛋白質骨架的化學特徵，不是完整的蛋白序列，更不是 DNA。看到的是曾經屬於蛋白質的化學基團還在，不是2.9億年前的爬行動物可以被測序。可以想象2.9億年前的軟骨化学痕跡，不能想象能被克隆。有了蛋白質信號，也有了胸廓框架，問題就往陸地生活再走一步。這具爬行動物跟陸地生活是什麼關係？皮膚這一層得切開來看。研究者把皮膚最外面的鳞片下面那一層叫做角質帶，一直切到下面的骨頭和肋骨。切片裡可以看清楚，表皮、角質帶、骨化的肋、鈣化的軟骨，4種組織在化學成分上都不一樣，但它們是同一具標本上連在一起的不同層。為什麼這個細節重要？因為上路不是只靠一個器官完成的。如果只有胸廓會動，可是皮膚一曬太陽就曬乾，動物還是離不開水。反過來，如果皮膚很耐旱，但胸廓不能主動推空氣，動物在陸地上也活不了多久。在 Captorinus 身上，這2件事第一次同時出現，一個能旋轉的胸廓裝置，加上一層擋得住水分的角質皮。審稿人也把這一點看得很重，這是早期羊膜動物把能呼吸和能保水放在一起的有說服力的化石證據。胸廓會動加上皮膚耐旱這套組合，是不是就是所有羊膜動物呼吸的祖先樣子？按目前的證據，作者給出的措辭是可能的祖先機制，英文是 potential ancestral amniote breathing mechanism。為什麼是可能而不是就是？審稿過程中，有人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反例，早期和公類動物，也就是哺乳類那一支的祖先裡的一個類群叫 Biomalsakia， 它的胸骨並不是分節的。問題就在這裡，如果2條支系的胸骨狀態不一樣，分節胸骨就未必是共同祖先留下來的特徵，而是兩邊各自演化出來的相似結果，也就是趨同。所以這裡不能把話說滿。這項研究更像是在說 Captorinus 不是所有羊膜動物的直系祖先，但它在早期爬行動物分支裡保留了一套很早、很完整的類似通气框架。它離羊膜動物起源很近，結構齊全，但祖先太確定這4個字，仍然要留給未來更多標本去回答。還有一處不確定，頸肋就是胸類之前在脖子那一端的小肋，在通氣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審稿材料裡可以看到，作者曾討論頸肋可能和通氣有關，但審稿人提醒，這部分目前還沒有功能學或生物力學的直接實驗。這篇研究展示的是結構上很像可以參與，不是實驗已經量到參與。到了這裡，最容易犯的錯是把這項發現說得太大，它確實改變了我們對古老化石的期待。原本以為這個時間尺度上只能拿到骨頭，現在發現，在特殊保存條件下，皮膚、軟骨、胸骨，甚至蛋白質殘留信號，可能在同一具標本裡同時留下。早期羊膜動物的呼吸框架也罕見的有了能被檢查、被重建的結構證據。含酰胺生物分子的化石記錄被往前推到了2億9千萬年前，但它也沒有把所有問題一次解決。
這是2具特殊保存的標本，只屬於一個物種，不能直接外推到所有早期爬行動物。颈類怎麼參與通氣，也仍然是形態上的推論，沒有實驗支持。同樣的，光譜看到的是蛋白質的化學信號，不是完整序列，更不是 DNA。分节胸骨是不是羊膜動物的祖先態？因為和公類那邊有反例，目前還是開放問題。到最後，這具早二叠紀爬行動物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它保存了肺，而是它把一個古老問題變成了可檢查的結構。那台讓空氣進出肺的呼吸機器，第一次有了零件圖。它也沒有把祖先態講死，只是留下一具具體可以反覆比對的早期化石。想了解陸生脊椎動物怎麼開始用胸廓呼吸的人，會在這裡找到一份難得的證據。